大家晚安，我们等一下准时开始哟。哟，大家好，我陈老师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我本来答应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啊，一个100万网红啊，说今天要做一个那个直播音效，我刚才想到，我来不及放。如果齐老师你看到的话，你活得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来不及放。那晚上好哈，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那其实这个礼拜其实发生很多的事情，老师其实本来现在一直想是说我们这个节目要把它多样化一点，那但是因为我现在工作实在太忙了，再给老师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之后啊，我们的真的是老师可以放下手边的一些杂事啊，完成了这项工作啊，那我们的这视频会多很多。以前想做很多，但是就是因为有各样的事情必须要去履行，比较麻烦。但是相信老师，再半个月啊，再给我半个月。好，那晚上好哈。那其实这个礼拜哈，老师做一件事情，前2天呢已经把我们的万年历啊已经更新了。那这万年历更新之后啊，增加了改变两样东西。第一个改变就是版面。版面老师把它改的比较复杂一点，那就是说呢，让各位可以在看的时候啊，第一个这个视觉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呢，你的那个原来有一天被卡到那个日历的问题啊，因为手机大小不一样嘛，那老师现在把它做了改变，理论上都是可以适配的。如果你觉得会被卡掉，你把手机打横过来，那也就是可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每一个手机那个几百种型号，我没办法全部都去对应到。那还有日规的、美规的、台规的、陆规的这个我尽量去做了，但是毕竟我没办法全部都去完成，所以说呢，你打横过来看一定都可以。那我们又增加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每一天的流时功能啊。有人说老师，有人在学习这八字啊、紫微斗数啊，或是你6人课啊、奇门课。那其实我用万年历啊，就要知道什么时候起什么时盘。那你起时盘的话，你就需要流时，对不对？你留那个每个小时的干支都出来。那老师现在更新了，那每一天的流时啊，我帮你抓出来了。那有了流时，那你是不是事情就好办了，对不对？所以说会有年月日时。那有一个项目还在更新啊，就是神煞。神煞其实一般来讲，日神煞的作用其实是有的，但是我考量一下，已经流出这个栏位来了。那老师尽量在这半个月啊，我们把那个每天的神煞把它列出来给各位，然后尽量老师把它做出来。那至于这样讲来讲的话，以后会不会做紫微斗数的排盘？会的，好，老师都有在做，但是老师就一双手嘛，对不对？全部都是我自己研发的，我一个码一个码去研发的。说既然是我研发，你要给我时间，为什么又是我自己研发？因为我没有钱找别人研发。很简单的，好不好？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我没有钱找人家研发，找别人研发啊。第一个秘密外泄，因为我们门派的算法啊。第二个就是说呢，那个他也不见得懂为什么我要这样算。第三个就是价格高啊，因为价格高是其实他们说贵是应该的啦。比如说老师这个八字系统吧，八字系统你找别人去做啊，那你不来一个6位数的台币你是做不出来的。说真的，它就是这么复杂。你要做的跟我一样的，你至少得花个几十万台币你才能够做出来。我说真的啦，你这从零开始的话，你真得那么做。那我做是不要那么多原因，因为那个是我的算法，所以我知道怎么算，我知道怎么排，那加上会一点点的程式，所以我可以排出来。那这个功用啊，老师会慢慢的帮你补足，让各位可以使用方面啊，你可以更加的齐全。那目前为止老师基本上就是一般的日课你们都不用找我做了，一般的日课什么看病啦、开刀啦，还有是什么出行啦，或是干什么的，或今天能不能动土啦、拜拜啊，等等，任何一切都已经在我万年历里面了。这个应该算我不能讲第一啦，但是我至少可以说是排行前5以上的万年历你要做什么事情，你都不需要特别去问。你就在我万年历打开就有看到的，我还免费，对不对？我还没广告，广告就广告我自己，这不过分吧？是不是？你也不要看等3秒等广告都不用，也不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广告，你也不用等待什么东西都不用，你点开来就可以用了，很简单的吧？八字排盘也是一样，免费排盘的你要说跟我做到一样功能也没有，好吧？说就请让老师打个广告，好不好？就是我的八字盘免费给你用，是不是？免费给你用，未来功能会越来越强，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我帮不到忙的地方或是我们这个价格可能你就暂时没办法接受，你可以靠过我这些软体来去自力救济，对不对？我给管道，那你要更深层的，那你给老师一碗饭吃嘛，这个也不过分嘛，对不对？所以要记得老师给你免费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附加条件，你就去用，而且我努力做出来的，我熬到我牙齿是痛，我下礼拜去看牙齿了，对不对？那个手举起来都会痛，那个身体开始出警讯了，日以继夜，我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所以是说各位。
尽量用老师给你免费的东西，老师殚精竭虑，就为了让大家能够多一点，我可以给你东西，但是不要来问我免费算命，好吧？那个算命是不能免费的，你留碗饭给我吃也不过分了，好不好？好，大家晚上好哈。来，我们今天看今天的一个主轴哈，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前2天呢，我们的中国大陆的福建舰它已经开始服役了。福建舰这个东西啊，开始服役啊，其实它象征性的力量跟它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有人说啊，那个中国有第3艘航母了，是不是美国霸权要下来了？这是完全2种不一样的思维，各位要去理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哦。像美国啊，它现在有11艘的航母。11艘航母，它还有2艘的建造中的航母正在做啊，所以说呢，建航母这件事情啊，美国是有最先进的技术，而且呢，它几乎都是核动力的航母哦，它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说这个海上霸权啊，基本上你要撼动美国啊，目前为止啊，其实真的是有可以达到，但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你去挑战它的海权啊，基本上你这个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除非你是用像俄罗斯或像东风快递一样，你直接打它的航母，不然的话，你在近战中你想跟它去做区域禁止啊，办不到。美国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样的强大，这是非常强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美国11艘的核动力航母，然后呢，还有2艘正在建造，所以它的实力啊，其实不容小觑。那第2名是谁呢？第2名现在还是中国啊，因为中国现在有3艘的航空母舰。所以说我们知道它就第三艘就是他们的福建舰。那目前为止啊，我老师找到可以去理解的一些消息啊，目前啊的确跟老师之前所预测的是差不多，它应该还有2艘的航母正在建造啊。当然现在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最近，当那个福建舰下来之后啊，很多人还在，尤其是在路版、抖音上面、微博上面甚至在知乎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第4艘的航母它要命名为什么样的名字？对不对？当你放出这个消息的时候，代表是说它第4艘、第5艘可能都在做了，因为要找名字嘛。当然，福建舰出来之后，有人说要变成施琅舰，对不对？那现在后来改成福建舰，那不是说改，他后来才说它叫福建舰。那现在下一个是什么呢？是湖北舰吗？山东舰吗？山东舰好像有。然后呢，不然的话，你还是什么台湾舰吗？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它现在3艘，那你可能过几年，它又1艘或2艘，它要去开始去做试水。试水状况其实最久就是福建舰，它是2022年开始已经下水，然后到现在完完全部采测了之后，到2025年它才开始正式的服役，所以它的试水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非常长。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它未来它下水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经验都有了经验都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美国，它有一个特别的状况，就是什么呢？那个特朗普他就说，美国的航母他们要完全舍弃电子弹射，要把它变成回归到全部都强制使用这个蒸汽弹射。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在因为你改回去蒸汽弹射，那么你的发射时间就会被延长，因为电池弹射是充电。充电的话，你用电池充电或者其他地方充电，那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你那个下面要去煮水，然后拿去再去让它有蒸汽，然后凝聚，然后再发出去，那个时间拖的也会比较长。所以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要把强制改回这个蒸汽弹射呢？我觉得是不是跟它后面的产业有关系啊？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这个中国的电子弹射是最强的，那其次才是美国。所以这个状况之下，他可能不想做这些军备竞赛，他想立刻能用、稳定能用，他也是这样可能。所以说，在美国跟中国它本身的海权的霸权的实力来讲其实中国差了不止一大截，是非常非常一大截。但是这个要看是说你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去阻止这个航母，比如说中国的东风快递，那它就可以完完全全的配合北斗卫星，那这样就可以直接阻止它的航母来去做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一个举动。这个其实连俄罗斯也做了，当然是你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撕破脸，大家世界大战了，说基本上两边都不会做这种事情。那第3名当然是英国，它有2艘的航母，包含它是伊丽莎白女王级，但是它都是常规动力，就是用烧柴油的。它还有它采的是短距滑跃跟还有垂直降落的方式。那第4个就是法国，它1艘戴高乐舰。因为我老实讲，就是联合国5常了，联合国5常才有真正的实力嘛，其他国家实力上其实不能够跟联合国5常去比啦。这个世界上的霸权就这么简单，谁强谁当那个常任理事国嘛，对不对？像我们中华民国就是不够强，退守台湾之后不够强，所以说我们的席位跟我们的一个历史定位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这个其实比人强，你不要跟我讲公平跟正义，在国际上没有公平跟正义，我们有的就是什么现实。
按照现实去做，你不要搞情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都没有用，实力啊拳头谁大谁行，好吗？画面不动，画面有没有动？看画面是动的啊。各位看到画面有没有动？哦，我是不是被和谐了？哦，等一下，我重来一次。啊，画面有没有？有人跟老师讲一下哈，有人跟老师讲一下哈。那刚才可能碰到线吧，应该不是被那个和谐哈，应该是碰到那个数据线，所以它突然跑掉哈。那我们要接下去哦，该讲哪里靠腰？哦，可能大家一时突然忘了哈。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五常里面啊，其实基本上哈，英国它是有2艘航空母舰，法国戴高乐号还有1艘航空母舰。那它法国的航空母舰呢，它是除了美国以外啊，唯一现役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中国到现在还都是烧油哦，烧的柴油状况之下的常规动力的航母，常规动力航母它就有它的航行限制，核动力航母啊，它就全球啪啪的走，只要船上的那个粮食够，那基本上它就一直往前走，那这个是可以知道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名的五常，就是那个俄罗斯的，只剩1艘叫库兹涅佐夫号，那它也是一个常规航动力航母，但是呢，它实在是已经没什么力了，代表它有航母，但是它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要去知道哦，它有航母，但是它办不了事情。那这个就说俄罗斯啊，现在是比较辛苦一点啊，它的海权呢、基本上已经是成为过往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实力去申报海权。说他打陆地上战争嘛，他打俄罗斯，他打了乌克兰可以嘛？你说他打日本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日本离他太近了，所以说他不一定需要航母，而且他有所谓的锆石之类其他的攻击的方式，就他不一定要航母，也是可以打日本。所以日本还是很害怕，即使他没有航母，他还是很害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你整个五常里面啊，它整个实力来讲，其实中国它虽然福建舰已经起来了，但是对于整个海权来讲，它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啊！不是说我们要看东升西降，然后每个中国一定强啊，没有，我们看现实，现实就这么一回事。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我们要知道，那第3艘航母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啊，我们要知道是航母它本身呢，就带的是它的什么？它旁边的这些作战群，航母本身呢是没有什么样的功用的。你不能说啊，日本以前的大那个什么大和号，对不对？它上面都有些什么高射炮什么的武器都在上面，不一样哈。现在打的东西啊，航母基本上就是指挥作战，还有你去那个把那个战斗机啊运到远洋运输出去啊，因为战斗机它油料有限嘛，那加油机你也得有油加了你才能上得去啊。所以说啊，航空母舰啊，它是一个陆地权力的延伸，它到哪里啊就可以去承载这些作战群他们所需要的弹药、粮秣，还有各项人员跟指挥系统，都靠的是航空母舰。所以航空母舰是陆权的延伸啊，这个我们要先知道。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现在有3艘的航母，虽然它是常规动力的烧油的，但是实际上啊，它的能力是很强大的。强大是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南海跟台海这2个地方是完完全全可以掌握的。就说啊，老师你这胡说八道，台海那么窄，怎么跑航空母舰？对，它不用跑台海啊。我说台海稳定是台湾跟对岸这两边的稳定度，它直接绕到基隆那个地方去，然后从台东那个地方去，你拿它怎么样呢？懂老师意思吗？它不需要在台湾海峡的小水沟里面，它在外面区域禁止，那你往北逃不出，对不对？你往东你更不用想，那往南海那边它也把你锁住了。所以说3艘核动力3艘的航母啊，就已经足够把南海给完全的压制住，把台湾彻彻底底的牢牢的锁住，而且离了中国又近，它又没有什么样的压力，因为你说你要补给啊，或是指挥系统的一些运作啊，它离中国本土这么近，那它要去做任何护卫舰、任何的资料系统、任何的运补都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当第3艘福建舰下来之后，台湾基本上来讲，那叫做4个字：瓮中捉鳖。你连想跑都不要想跑。各位你要去记得，然后前2年的去年的联合利剑2024，各位记得吗？它就是直接在那个5个位置把你锁住。这5个位置啊，它只要抓2个位置，南跟北各2个位置，它就足以让你台湾任何的飞机你都跑不出去。要说航空母舰这么小，土地这么大，你怎么可能拦得住？人家有雷达啊，亲，而且人家还有北斗卫星啊。你难道是不往南不往北，你就往大西的什么太平洋直接飞过去吗？可能吗？就连商用飞机都不会给你从中间这样飞过去，它是沿海岸去飞。你怎么会觉得是说一个飞机，然后或是一个任何的一个船，你可以直接从东，然后一直直接切过去，切到太平洋另外一端呢？不可能，你就一定得要
往南走，往北走，你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走。就算你要绕一大圈的路，你也只是多了时间，让北斗系统发现你正在哪里浪。所以各位懂我这意思吗？说福建舰基本上是可以完全保护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它的海上防卫作战系统。过去为什么中国台海它之间呢，我们还有一战之力？那原因是因为中国它没有航母，没有航母，那谁有航母？美国有航母。所以美国的航母一来，中国基本上你就不要想是说借任何的状况你来攻击台湾。但是现在美国航母不来呀，它来了它就危险了。各位，我们还讲一句话，那个美国的那个航空母就派出来2个侦察机在南海那边坠落，你是要相信它的油料这个有杂质，还是相信我是秦始皇？对，你觉得哪一个是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就是说，中国现在的3个航母啊，它已经可以在亚太地区，已经成为让中国变成最有影响力的海上力量之一，而且能够有效挑战美国在第一岛链里面过去的所谓的传统的海军优势，几乎是没有办法。第一岛链根本到这个礼拜为止就已经彻底的瓦解了。你只要中国第3艘航母，第一岛链根本你连想都不要去想，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是说，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美国现在虽然拥有10艘现役级的尼米兹的核动力航母，那另外1艘呢，乔治华盛顿号啊，它也在大修，而且重新部署日本，但是它能够发挥作用，跟是发挥实际攻击力的状况是比较难的，因为中国对于这个沿海的情报网啊，包含它的北斗卫星或它的雷达去扫描，基本上啊都是可以涵盖到的。这个老师没有在吹牛哈，以前老师在那个当兵服役的时候，其实对岸的那些飞机在起降，我们这边都是有观察的。那更别讲这个几十年后的现在，那日本在做什么起降，韩国你做什么起降，难道中国会不知道吗？都会知道的啊，都是做我们的手段去知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啊，这个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解密，但是我们不能说，好不好？这个我们不能说。所以说这3个航母啊，就代表说中国它现在已经准备好，而且到后面你还有第4艘航母，或者是说你会更多的航母的状况之下，那么你要怎么去让中国可以在台海之间，它拿不回台湾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是办不到的，它一定可以拿回台湾。所以说我们在2019年就说了，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现在基本上不大会有意外，真的是不太会有意外，因为他们的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齐全了。状况之下，他一定会出手。那现在有没有齐全呢？接近 almost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即使他明天出手，我也觉得他是可以手到擒来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是说他有3艘航母，谁敢进来去帮台湾呢？你告诉我谁敢？美国敢来吗？他11艘航母里面，他有一半要税修的。不要说什么了，任何的海军的弟兄都知道，这个船的数量跟你实际上能够在海上漂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所谓的税修跟大修，大修你没有2年出不去，税修你得1年你也出不去，是不是？所以说美国11艘你也不是全部都在上面，那中国有3艘，它可能有1艘辽宁舰或其他的另外1艘，它可能必须回去修啊，这个是税修，这是大修，是必然的。所以它在海上必然会有1艘到2艘的航母在这个地方去做部署，那么代表他们有轮调的能力，有轮调的能力，代表他们现在对军人的需求跟高科技的需求的人才，他们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联合做这方面的工作的，不妨在中国发展，因为他们现在需要的肯定是很大的啊。当然了，我应该没办法进到军方嘛，你政审就不过了，政审就不过了，对不对？所以各位去注意你整个天秤它已经开始做一些晃动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难道这个美国就没有其他的一些计划吗？当然是有的。我们要知道现在第2个部分就是美国它为了去因应，是说现在整个战争环境已经跟2战之后已经大不一样了。他们做什么事情呢？这个美国的一个陆军部长他叫做丹尼尔·德里斯的，他在11月7号，也就是前2天的时候他宣布了一个野心勃勃这个是万丈雄心壮志的一个计划。叫什么呢？他们需要能够在未来的2年到3年之内要去采购至少100万架的各类型无人机，100万架无人机。这个各位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是美国讲到就一定做得到，那个是有困难，但是他的计划讲的是非常的宏大。我觉得我个人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在想，他是不是只是为了去讨好特朗普，也就是川普老先生的脾气？你说你口号要喊得震天响、噼啪响，然后呢，你才会有未来的地位跟升官的空间。为什么？因为100万艘无人机你不要说你有没有钱的问题，
你也不要看美国现在政府有没有停摆的问题，光现在美国当前啊，每一年只有5万架的采购数量，你就已经差了多少倍了？那不是开玩笑，5万架就已经让美国的这个财政啊，这已经受不了这些压力了。你说2到3年你要增加到100万架，我们就算3年，你每一年你也得增加30万架，对不对？第4年给你增加40万架，好不好？那么你必须要多的嘛，5、6、30，你要这6倍的无人机的预算去搞。它的6倍无人机，30万台无人机，你以为他买的是那种大疆那个什么 Nano， 就是一台8000块台币那种吗？不是啊，他没有买那么便宜的，能够战争的无人机啊，它不是只有8000块台币那种小玩具啊，对不对？那种小玩具你连执照都不需要。你真的要打的那种东西已经是军用的，你就那一烧啊，你像那个什么死神轰炸机，我记得好像是100万吧，100万美元。那么你得要多少钱去做呢？那个是有大的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它虽然是说我受到乌俄之战的一个启发，所以说现在无人机的战争是未来的趋势，所以说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去做。那乌俄双方他们现在每一年都要制造400万架无人机，所以说他们自己2到3年他们增加100万台无人机，其实并不是很过分。说这个计划叫做天际铸造计划。为什么要天际铸造？天际铸造，铸造这2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铸造这件事情代表是说，这个无人机的采购你是必须买进来的美国本土的产业制造好之后，然后呢卖给美国的军方，也就是所谓天际铸造，就是我在美国全部做好的东西。那么怎么去达到呢？你要怎么去达到这件事情呢？它的投资法案就需要140亿美元，14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分配？那现在也当然因为刚开始提出这个事情，但是很难做这些事情可以达到的，因为你的原物料零件你要必须去中国化。你要去中国化零件，如果你要去中国化，那么你就代表你必须自己能够建造。就光你要投产的这些厂商设备，它的总共的造价就可能已经高达数十亿美元。光这个厂房它要去盖起来，可能就要数十亿美元。然后你后面人才招募、管理一些事情加起来，你就这140亿美元，它可能只能给刚开始投产，你还没有说你可以每一年给你30万架无人机，这个是有困难，但是该不该做？我觉得是该做的，因为美国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这个无人机攻击系统，但是这件事情应该做成什么样子？美国这件事情如果按照真正的一个国防的规划的话，它这件事情应该由美国政府自己设立公司或是跟那个外面的企业合资。由美国政府占大头，然后来去设计这样子的军工设备，这样子你卖出来的或是你生产出来的无人机的成本才能够有效的降低。因为这个以前我一个这个同行在做生意的时候，有个同行告诉我，什么是公司，什么是企业那个时候我刚初出茅庐，是一个小毛头他就说其实很简单，就是 make money organization 就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团体，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是不是？你叫 make money。那么怎么 make money？ 你就一定要有这个利润在嘛，利润要高，你公司才能够回本嘛，是不是？跟制药一样，利润要高，你制作成本低是低，但是利润要高，利润不高，你怎么去投产做研发呢？所以说这100多万的无人机问题就是在于是说它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美国你没有办法去把这样的钱投在一个你自己没办法有效管理的东西。各位老师讲一个过去的历史，就是什么呢？也是拍成电影的，叫做《辛德勒的名单》。各位你知道这辛德勒名单吗？就是以前一个辛德勒的一个商人他去德国商人，他去庇佑这些犹太人，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你钱花下去了，他能不能产出有用的东西，尤其是给外面的企业，你没办法把握，对不对？就像那个台湾有个神鬼玩家，叫那个里奥纳多皮卡迪欧做那个神鬼玩家，造飞机的那个，一样的意思。你丢出去给企业的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去管理它所有的内容，而且你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提出它所有的进程，你只能希望他履约。那他不履约，你怎么办？告他怎么样？告他也没用，因为了不起老板进牢里嘛，你拿他做什么？充公他的家产也没用，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所以说我们过去我们中华民国就所谓的这个我们的一个什么，无论是这个什么叫什么名字这65K2 我的步枪，还有51步枪我们的武器是国造的，对不对？那我们还有飞机国造的，都是这个 IDF I don't fly，不是
就是 IDF 战机啊。那 I don't fly 这是以前老师跟我讲的，那你们台湾的飞机 IDF 这怎么了？叫 I don't fly 我不会飞。但是不会飞，因为它飞上去就容易出事，那是正常的，因为你一定要实验嘛，失败不可耻啊，这失败真的不可耻。那现在我们还有潜舰国造，那潜舰国造至少我们 PPT 做得很漂亮嘛，那实际能不能做那一回事嘛，至少钱给拨下去了，那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虽然美国已经知道了无人机它是一个属于消耗性的弹药，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高精尖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打出去，它就不期望它回来。对不对？那你所有士兵都蹲在驾驶室里面，用你的卫星，用你的这个星链，然后控制这些无人机，然后就开始做攻击。那这样子损失是最少的。这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之前在那个2022年、2021年的时候，我跟各位直播说，我讲到一句是，特朗普他禁止美国再有大疆的无人机这件事情，我认为他是对的。为什么？当时我就跟各位去讲这件事情，无人机一声令下，全部人往白宫冲过去，你怎么去防它？说禁止中国大疆的无人机在美国销售，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你可以在限定地图里面做禁飞，你不能农业里面也禁飞啊。农业没有这无人机，你怎么播种？你要怎么去撒农药？那个就浪费很多钱。所以说这个无人机这个东西啊，老师过去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一定未来是个常态，因为你飞过去，你损失就是一台无人机，10台无人机也不及一个人命重要，100台无人机你换不到一个战绩娴熟的战士。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无人机。那这个都是没错，但是你要达成，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尤其是你零部件，你想自己去做基本上你是达不到的。2-3年你要把它达到100万基本上是这个很难的一个状态，好吗？这个我们要去明白，美国它现在有这个雄心壮志，但是你真的做得到吗？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事情，好吗？好，来，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今天晚大月亮我没有看到，有人我女儿跟我喊了，说今天是超大月亮，但是那时候我忙着赶工，我也没办法去看。大月亮就还好嘛，大月亮就看金怡老师的周报就知道了，这种事情看金怡老师的周报是比较合适的。什么时候赶紧回大陆，避免统一之战？回大陆，你说我还是你啊？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啊，又没有什么差别啊。那个就算待台湾，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了。我先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这个按照推背图的推论这个我不要说什么，我按照推背图的一个论法，好不好？这个两岸之间一定是以台湾投降作为结果，好吧？台湾本岛投降作为结果，这个是我都从推背图上面解出来的，我不一定正确，但是这个概率是最高的。那台湾要投降，必定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呢，金门、马祖还有东引、高登、亮岛有个澎湖，尤其最重要是澎湖，只要澎湖陷落了，基本上台湾投降的是99.9%任何人叫你不要继续投降，然后继续打下去的，基本上应该会被百姓造反推翻，因为过去就是这个样子无论是施琅或者荷兰人之类等等都一样。你这样从荷兰，你只要一登陆基本上就是投降了。不用去想这么多。那既然都投降了，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就一般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好吗？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就是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用担心新台币变成废纸。我觉得最不需要担心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台湾我们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资产存在的，那也不要去相信怎么在抖音上或在中国有所谓的留岛不留人这种瞎话。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它最需要就是稳定，它最不需要就是内乱。台湾跟大陆之间就是处于内乱状态，它不要内乱就很简单，恫吓你就可以了，把金门、马祖、高登、亮岛、东引、西引都把你占下来，最后占澎湖，这只需要1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他1天之内把这些东西全部占领了，我相信这些守军、这些我们的国军弟兄我觉得他们会想办法反抗，但是时势逼人能够大家好好谈的，那你去做吧，我们也不会怪你，因为你根本是个不对称的事情。我觉得每一段生命都是伟大，而且又是说白了吧，中国人打中国人干什么呢？我真的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真的人家有实力直接到你的门口了，我觉得投降我不会怪那些国军弟兄。所以说在中国现在有一个段子说什么呢？如果台海两岸之间打仗之后那战死的你要去跟谁拿抚恤金？就很简单，一样跟台湾国防部拿抚恤金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内政系统它是不可能取代的。我说真的，整个台湾的所有内政系统是不可能取代的，新台币也不会那么快取代。你说它真的要取代，可能需要花10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你要清你的国债，对，你从台湾的国债会降至为地方债，降至为地方债的状况之下，那你要怎么样去跟其他的一些 SWIFT 的一些往来国家去清偿你的国债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新台币去计价，你把硬性换成人民币，那个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的，通常都是以现在的一个状况去处理，对不对？我们看巴西啊，或者看那个阿根廷啊，基本上还是维持自己的本币，他们不是被占领，是他们经济崩溃了，尤其是阿根廷经济崩溃，他们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各位不用太去担心两岸真打起来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被炸了一个七荤八素？我觉得这个是恰好是不用担心的。我们所有东西，劳保、健保，还有你的所有的生活，基本上是影响度是不大的。唯一会有影响就是我们社会上可能没那么乱了啊，会乱的人，我告诉你啦，真的那边喊打喊杀，然后要去抗中保台的那些人都不会出声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啦，这些人他们就是没这个胆子了。就明摆的事情嘛，你真的敢的人，你不会只做这些事情。就算你不敢，你才会在网络上讲，对不对？就算你不敢，你才会去抱团取暖，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真的刀枪拿在你面前，这些人说的比谁都快，说的比谁都快。这是台湾的劣根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荷兰人来台湾人也是贵，那个日本人来台湾人也是贵，那个满清来台湾人还是贵。然后呢，遇到了那个国军撤守的时候，台湾人还是贵，对不对？我们都是贵习惯的，所以只要来我们都贵。不要相信那些抗中保台的，那些都没有用，都是假的，很多时候都是假的，好吗？好，大家晚安哦。两栖攻击舰有电磁弹射哈，很好，电磁弹射太可怕了，电弹走。好，来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整个现在整个范围它都变成是说大家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因为美国也有准备，任何地方都有准备。但是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件事是什么？那个美国美国你既然要去做这个无人机，那么你要想它的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这是不是很重要？没有钱你干什么事儿呢？对不对？就是因为就是要有钱才能干事儿。那么现在到11月9日，也就是今日，它已经持续了39天，美国政府停摆的一个状态。39天啊，过去啊没有那么长，但是呢，上一次停摆是谁在当总统呢？正好也是特朗普当总统，对不对？所以2次史上最长停摆的都是特朗普，你说他会怕吗？他不怕，没有人骂他，为什么？因为上次最长也是他，第2长的也是他啊，都是他了，你觉得对他讲什么办法去讲吗？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他的争议还是在于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呢，是不是能够在政府补贴上面去做？平价医疗法案呢，这个事情其实争议很大的。你没有这平价医疗，你的一般的中产阶级的百姓，你的负担会增高很多啊！增高很多状况之下，那么得利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医疗机构啊、医疗单位啊、卖药的，或是这些治病的医生团体，不是医生医生赚不了多少钱，护士也赚不了多少钱，是资本家在赚钱。各位不要想说医生那么可恶，看一次病你跟甜甜圈一样。摸一次药也收5000多块，这个5000多块那也不是医生去算出来，那是医院的体系决定这个医生摸一下甜甜圈的腰，他就跟他收5000多块美金，对不对？15分钟收5000多块美金，哇，这怎么可能？对，就是这样子，他就收5000多块美金。那这个钱不是给医生，真的收下来也不是给医生，那还是给什么？还是给这些资本家，然后医生拿到固定的薪水，大概就这样，不然你是开刀的薪水啊，并没有说医生会一直赚大钱。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呢，就会让一般的百姓他的保费增加很多。保费谁在收？保险公司嘛，对不对？保险公司收了多了钱，那如果你也不生病，那他是不是我不能这样讲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你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不合理。你原来从可能就400-500块美元，因为你本身的一个负担，其实400-500块美元对美国的工薪家庭来讲也是很重。然后你因为没有这个平价医疗法案，你可能变成1-2000块美元一个月。那你基本上你收入的一半你都必须缴到保险公司，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夸张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是真的是有点夸张。我老师买很多保险，老师每个月也要缴很多的保险，我每个月大概缴几万块保险要吧？为什么？因为我怕死啊，我都已经不富有了，对不对？我3-5领导人，是不是？我就没有钱了，没有房子的，我就一台2手车，是不是？那我都没钱的状况之下，我经不起这个疾病的困扰，是不是？哪一天我坐飞机掉下来了，金老师就发财了。对他少说有几千万可以领，对不对？我说不然就是说我哪一天我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呢，老婆也不用以泪洗面，是不是？我有保险去负担我，而且是一笔给我的，至少来一个100-200万，几百万是有的啦。我算算应该有300万吧，对不对？我得了癌症，我应该有300万吧，300万，老婆小孩可以先撑一段时间嘛，不要那么早哭，等我死了再说。这几百万总有吧？看个病应该也是够的，对不对？就打一个好一点的药，应该还可以维持个1-2个月，是不是？所以还是行的嘛。所以，但是如果你是说这个东西，你把你生活的一半以上的钱拿去付了保费，那你说百姓怎么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个，如果你只是偏向资本家的话，那么你的百姓的消费就产生了问题。
就变成是说，这个家庭本来一个月有$6000的收入，它变成过去可能需要1000块给家里的生活，然后呢，剩下的钱可以来消费、来缴房租、缴房贷。现在就变成是说，你6000块的收入里面，你给他缴2000块的那个医疗保险，然后呢，你房租也涨价了，然后你其他的税费也涨价，因为你不是有人寿保险，你的车险也是得涨价，车险跟那个平价医疗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很多东西缴出去之后啊，你根本是入不敷出，你剩下的钱还要去应付这个涨价的食材。对不对？过去那个1美元哈1磅肉的事情的日子好像似乎都过去了，没办法那么便宜了，对不对？那你就必须花更多钱去买生活用品。更多钱买生活用品，那我就只能缩衣节食。缩衣节食状况之下，我要怎么样去消费，去刺激美国经济成长，就没有这个办法了。所以各位不要看那个平价医疗法案，它是一个小事。这个事情对美国来讲，真的是知识挺大，而且美国人他已经是说真的啦，那个是已经被政府豢养习惯了。那后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也包含了说他们现在还包含那个食物券的问题啊，那个发一阵子，他不能一直发下去，因为他只有60亿啊，那也只能一阵子。但是接下来的食物券很多就要面临到停发的问题。所以美国现在他所有的东西，你看到医疗法案，那共和党川普是希望能够变成看医生付钱的很正常，但是我真的就觉得他太偏过于资本家那个地方了。如果他回到百姓那个市场，那他真会觉得百姓活不下去了，那民不存医，那国何焉在？你怎么去做呢？对不对？你这个完全你是没有办法去维持到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包含了你航空出入境也是一样，美国现在有1.3万个空中交通管制员跟5万名的机场安全人员被迫了无薪工作，你没有薪水的去工作。那么你家里吃不饱，小孩跟你讲我没饭吃，缴不起学费，老婆跟你讲我房贷缴不起，车贷缴不起，然后你跟我讲说我今天还是得去上班，那加油钱那也得自己先掏腰包，那就变成什么付费上班。家里有一个几千块美元存款的，可能还可以撑1-2个月。但是如果没有的呢，你要怎么办？你今天所有的账单都会来了你就必须付。美国就是你来就付，月光族，对不对？来了我就付，来了我就付，来就付，就来就付，对，来尔付。糟糕，这好像让人家商标不行，对不对？那不行的，做这些事情，说这个状况啊，你让这些人付费上班，然后呢，在11月15之前，如果又没有决案，对不对？11月15那不就6天后的事情吗？11月15如果又没有决案，那你的士兵如果也没办法领到薪水，那么你的战力还能够维持吗？你不要问你100万的人无人机的，你这100万的美国大兵，你能不能维持，都是一个问号，都是一个问号的时间。对不对？所以说，他4200万美国低收入的低保的食物券，11月1日起停发援助金，但是我记得好像有部分的州是有在发的，但是至少很多人没有办法吃到嘛，没有办法吃到，他就没有办法生活。21个人啊，不管你是胖或瘦啊，你只要7天的时间，对，只要7天的时间，你就会可能就饿着。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现在去纠结这个平价医疗法案，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真的不解决不行。你一旦民主党退让了，那么你的百姓就苦了，对不对？那民主党不退让，那共和党也不会退让。所以说，民主制度是不是一场笑话？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党有没有得势，而不是在百姓的利益上有没有得到这个事情。对董老师意思吗？这个其实我觉得美国可能这个文化跟我们中华文化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是这个说民为重，君次之，对不对？但他们不是一样，他们我觉得他们不关心这个百姓，不关心百姓现在怎么生活。过去的美国立国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在意的，对不对？人和生而平等，但是现在真的是平等吗？真的是太糟糕了，我真的太糟糕了。如果你现在还是一句话，如果你想去美国发展，去欧美发展的，我劝你打消这个主意，因为你捞不到什么好处，好吗？这捞不到什么好处。我说现在此时此刻你要去做这个事情，这捞不到好处。你小孩在那边求学，大学以后去可以，你大学以前去，你根本就拿不到什么好处。不要想什么美吹啦，或者纽吹啊，或者澳吹啊，说的多幸福啊，多开心啊。我告诉你，你在那边再开心，以后你的日子路就有多难走，因为世界不会因为你小孩开心而停转。但我们需要小孩是要开心，但是你开心到你有一定的一个社会的或者世界的压力在，那么你开心是有用的。你现在开心，3点去打球，我觉得很棒，对不对？我以前4点下课，但是我5点开始补习，学校要求的补到8点，在学校晚自习。所以很多事情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么简单可以去看。那他这个东西不解决，士兵拿不到钱，百姓吃不到饭，那这个国家你要怎么样去做，让他可以去停止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是目前来讲还是比较不乐观的一个状态，好吗？比较不乐观的状态。所以说你没有钱，你要100万无人机，那这很糟糕的事情，基本上是达不成的。
然后那我们去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啊，曲老师不好意思啊，你今天那个打赏那个歌我忘了弄出来，曲老师哦。台湾软骨头，那软骨头嘛，这事实嘛，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也没办法的事情。明年火马年、赤马年，好不好？不是火马年，是赤马年。要讲赤马年才显得你专业，你讲火马年就感觉就不专业。要讲赤马年啊，就感觉腾一下就起来，对不对？感觉你就是啊，很有那个 sense 的。虽然政权属火，且五行中只说是否会烧过台海呢？我觉得，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青天白日满地红是我们的国旗，那我们也是火，我们也是火的政权了，对不对？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来看，好吗？福建舰授权授旗了，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不讲了哈。来，川普要求入境者身体健康才能入美国，那谁会不健康去美国呢？身体不健康去美国不找死吗？这几十年都这样了。而怎么看收台时，冲绳钓鱼岛是不是一定会收回来？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去宣示钓鱼岛的主权啊！各位不要误会了，中国从来没有说这个是带争议的，他一直说钓鱼台是他们的主权，这是正常的。那在马英九时代，钓鱼台也是我们的主权。那之后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党有党的意志在，但是呢，你只要是台湾收回去了钓鱼台，你想要继续拿的，日本人去说什么尖阁诸岛，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拿不到的，这个是不可能，完全达不到任何好处的。各位，其实你会看历史上很多问题啊，其实就连冲绳都不见得是日本的。我跟你讲，真的，冲绳你按照那个2战之后的，冲绳都不一定是日本的，嘿，那个很多争议在的，好吗？只是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了，我们就看看。老师如果看日本的未来，日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哈。基本上我跟各位讲一个科学的概念，好不好？日本啊，基本上在未来的30年之内一定会发生超级大地震，这个是科学，不是玄学。你不要跟我讲，我说啊，你圣命圣搞啊，你干命搞哎，那不需要，那我也不是跳大神地道的。这个是我们根据了很多的博士，地区是地学科学跟地理相关的博士，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日本那边的板块30年之内，你就会发生一个超级大地震。日本有没有可能沉没？这日本自己都有他们的相关消息，所以你在日本你就自己应该知道，日本沉没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不成真的事情，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日本上它本身就看我们现在高市扫描的一个状态，它就算玩个半年，都可以让日本陷入了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衰退状态啊，这个是很难去进步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当你这个国家成平已久了，日本是一个成平已久的国家，它至少30年的状况啊，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国家。成平已久的人就会出现白痴，你知道吗？高市长嘛，就这个白痴，你这个我就说白了吧，就是这个样子。对，你只要国家和平已久啊，那个迂腐的人呐、异想天开的人呐、志气比天高的人就出来了，他就觉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你要凭实力来说话，对不对？那你有实力，你再跟我讲，是说你也想干嘛？那日本现在没有这个实力，他所拿到的这些高科技跟尖端科技的东西，他拿不过10年啊，拿不过10年。为什么？2个方面，第一个，美国不会允许它的科技的优势这么久；第二个，中国它研发的速度也会比你快。说日本，你未来经济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太好的活路。说日本现在只能走向衰退，日本跟韩国都一样。它只能走向衰退，它的军国主义即使再复辟，你也没有办法发动任何的能力，因为中国不是大清末年，而俄罗斯它也不会放过你这个北方四岛。说日本，你几乎没有办法有发展空间，这个我很现实的告诉各位，他没有能力，没有国力，也没有优势处理这些事情。他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必须有一个新的领导人，真的，他必须跟日本、跟韩国手牵手去跟大陆输成，再次的怎么样？我们懂得夹着尾巴做人，不然日本的经济跟韩国的经济，你几乎没有办法在未来下一个10年继续存在，他们只能变成边缘化的国家，你很难去做什么事情。我就讲一件事情的，他连米都可以这么贵了，你要他干什么？米都被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些粮食单位去做哄抬了哦，那你要怎么样去生活呢？日本人现在抽奖不是要什么一番赏出国旅游啊，那个是上一个时代，上一个天皇的时代，现在是需要中奖这个种米啊，没有米吃了，你知道吗？就资本已经在渗入他们的公家单位了，那这个资本在控制这些民生必需品的时候，你要怎么活下去？日本你这么多的便利商店，这么多的一些连锁店，这些都是资本在控制的。那你所有东西被他饿得牢牢的，有点粮食饿牢牢的，你以为你是过去的战国时代啊？你可以这样搞吗？百姓的米可以这样搞吗？那日本没办法，日本政府谁来当都没办法。
去解决米的问题，你告诉这国家怎么发展，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好吗？民主是选一个实习生，这个讲得很好啊。民主是一个实习生，小泉接任下一任时会比较特朗普化，说是高市一定会有乱局啊。高市这个乱局，我是觉得他真的上当了。大家就需要一个狂人去把事情搞得很烂，然后下一个人接的时候他就变伟人。比如说胡佛，对不对？胡佛他把这个事情想把它搞得好，但是没办法。但是迎接胡佛政策的人，就小罗斯福，他就变成有能力的人。有时候像雍正在整顿的时候呢，就把事情搞得烂。但是呢，乾隆拿起来之后国力超强。那高适不一样，他就真的是傻，就像那个朱祁镇一样，对不对？就是那个明宝宗，这个瓦剌留学生一样，他就是瓦剌留学生这种上横下跳，自己没能力，觉得可以出征的，就是这种明宝宗，他就变成现在的高市早苗，他真的是很糟糕。菅义伟已经无能，对不对？石破茂是搞笑的，高市早苗在添乱的啊！你说下一个会不会更好？我觉得再说吧，好吗？冲绳哦，飞机其实提升了，他们搬走卖房，大家给美国大院走哦。你台真是忙啊，现在还跑去冲绳玩，真是忙，好吗？日本当美国小弟，美国自己自顾不暇的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哦，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现在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好吗？我们接下去我们最重要的话题啊，不然会来不及讲。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那美国我们刚刚讲到，他要做这么多的大事情，我们先不看他的国会能不能结束这些事情，好不好？那个是他们的内政，我们看他整体的发展，在趋势上、净值上面，他能不能够恢复成美国再次伟大？我告诉你，不可能。它的科技，就无论是 OpenAI 还是谷歌，还是任何东西，是不是能够在下一个10年能够继续引领世界，然后超越中国？告诉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曹操来，我也跟你讲，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各位，你就明白，美国的它所有的一个基础，它就不外乎2块。第一个是它的军事，第二个是它的什么？第二个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依据在哪里？依据在军事，第二个就是它的经济。那经济很好不好？我们就讲很简单的东西。美国现在对大家能够去知道，就是它现在是产油国，对不对？它自己既然产油了，所以说呢，它一定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是这样吗？我告诉你，你错，大错特错。美国卖油基本上它有钱，但是只有那个石油危机的时候，它把价格炒得高高的。比如说那个乌俄之战刚开打的时候，美国削海了，为什么？你进俄罗斯的石油，美国不就削得爆了吗？但是这个削到爆那是有一个上限的。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啊，就是 EIA 里面的一个行业分析啊，美国页岩油它的主要产区是在二叠纪的盆地，就是吃老鼠中的一个存款。它的盈亏的平衡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它的盈亏平衡点在$45到$55一桶的状况，各位要去知道哦。它每一桶的成本就是$45到$55一桶。那我们看国际油价都知道了，对不对？美国一定会维持一个国际油价，为什么？因为它的成本这么高，你低过一定成本，基本上就是赔钱了，懂吗？就是赔钱了。那你其他国家呢？比如说像中东，对不对？中东或是俄罗斯，他们这种传统的产油国啊，他们成本低到什么地方呢？是过去是$6一桶，现在高一点了，因为物价飞涨，所以说我们换算回来是$10到$20一桶。所以无论如何，它都是你成本都是你的对折。对折你知道吗？哦，加上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页岩油它跟石油田不一样，中东跟俄罗斯的油田那是他妈抽的，你知道吗？吸地球的血，对，那边可能是过去的曼哈顿，过去的北京，说人超多的，对不对？大家身体巨大，这是恐龙化的人类，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堆积在一起的，他们产生这个石油啊，它是油田，它喷油的，喷出来，对不对？对，那个是可以这样的。就比如说美国德州以前也是一样，喷油，是不是？现在不是啊。页岩油你是必须要去开采它，为什么？因为你是必须把水把它灌进去，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叫做该怎么讲，就是一个裂解法哦，就是压裂砂啊，他们就是一些化学物放进去之后呢，把这些溶液啊，还有这些砂石啊，灌到页岩岩层里面，然后把这个油给挤出来，然后再把它抽出来。所以是说啊，它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像那个喷泉一样，它是一个很大的容器，没有，它采的是地壳岩石里面的油。你要采出来，你成本就很高。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它既然是岩层，所以是说它采完的地方就不出来了，就不出货了，懂我意思吗？竭泽而渔的意思。所以说你这个地方，你今天采1年，第2年你可能只剩下了不到一半的产量，第3年更少，第4年这个油井基本上就废了，就废掉了。再来就是说，你产出来的油基本上它页岩油它是属于一个轻质的原油。
那美国有没有炼油设施？美国炼油设施是非常齐全的，非常完备的啊。说过去像委内瑞拉其他地方进口这些石油，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提炼这个原油，所以说美国提炼原油没有问题，但是不包含了这个轻质原油，它里面跟他们之前进口的重质原油是不一样的。美国专强的是重质原油，就是重油那个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来去提炼成石油，但是呢，轻质原油不行。他说既然没有，你就设计就可以，就盖就可以了，没有错。美国也有这个能力去提炼轻质原油的产线，那是100%，no problem 没有问题的，可以的。但是问题是盖设备他们要花钱，花钱那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你既然花钱，那么你就抽油来卖，不就有钱了吗？讲的真对，但是你投下去就是100亿的成本。你100亿的成本去做一个你今天抽完明年可能抽不到的东西，至少你3年后你这个地方抽不到了请问你的生产线盖了之后没有油了怎么办？你不知道到底还能抽多久，这个是不知道的事情那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说光这个根据那个标普全球普世也就是 S&P Global Plus 它里面去估算，如果你要去把重油变成页岩油出来的石油提炼设备的话，它需要达到几百亿美元了。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未来的钱现在盖厂，然后你盖好厂之后你就没有这个油采出来怎么办呢？所以他需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必须要把这个轻质原油卖给别人40-50块钱卖给别人，然后我再用这个很低价的价格10块20块的我去买那个重油回来，我是不是就有价差了？所以美国现在赚钱不是只是说他卖他们这些油，他就不需要跟他进口油，是需要的，因为你不进口油，你自己油不够用，你就没法用，因为你没有提炼的能力，那么你就只能把自己采的卖出去。所以我自己做的瓜我卖给别人，然后再买别人的瓜，然后继续来用，懂我老师意思吗？所以他不是值得获得直接利益的人，那么这个利益又能够维持多久？没有人知道，可能很短，因为页岩层它每一块一直换地方，但是你成本很高。那再来就是什么呢？你要做这个所谓的产线，即使特朗普愿意去说美国政府给你补贴，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些提炼这些造油的一些设备，提炼的一些设备，它的零件来源也需要跟国外进口，美国自己没有在产。为什么？因为这是美国上一个世纪的资本论，就简单的事情什么全球分工，对不对？我负责组合起来变有用的，那你们负责帮我造零件，越脏越难越辛苦的工作你们去做，我们只要搞法律、搞商业、搞顾问就可以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 know how 就可以了，对不对？那现在不行，就变成是说我要东西要进口，那进口又产生一个问题，进口关税他妈的很贵，谁弄的？特朗普弄的，特朗普弄的，你就得这么贵。那既然进来都要加钱，那我盖上去也盖不好，那怎么办呢？这事就黄了，这就黄了。所以说，美国这个石油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你随时可能它失去完完全全的全球最大产业国的地位，又得回去变成最大进口国的状况，这个概率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根据这个实际这个页岩油它的衰退速度之快根据所谓的一个美国德勒的报告，那个实际的名字太长我不知道。从2010年以来美国页岩油的油气行业累积现金流是多少呢？是负1.2兆美元，也就代表是说资本对这个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利可图了。就你买卖之间加上开采加上所有都套利套完了，你长期以来15年以来你亏了1.2兆美元。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投资人不会继续投资。资本家嘛，闻着血就去了，亏了跑比谁都快这个东西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长期去进行。那么这个事情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各位，你要听懂老师的意思。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他没有能力自己创造能源，那能源怎么办？你得进口，就算不进口，用自己的，你也得花几百亿美元去做，做起来了，你成本还是40-50块美元一桶。那么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 ？AI。美国要研发 AI， 它需不需要能源？要能源的，那么开玩笑，对不对？问一个那什么 GPT 的事情，不是说据说可以烤一只鸡吗？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不是真的我不了解了，这只是网络上说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了解是一次在 AI 的能源消耗，一次标准的那个 ChatGPT 的问答训练的时候它需要耗电量是1300兆1小时相当于是什么130个美国家庭1年的用量。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消耗是很大的。所以你说
它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如果把 Google 所有的搜索都换成 AI 驱动不是说现在的被动，而是主动的 AI 去驱动的话，因为他们现在的确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光 Google 它这间公司所用到的 AI 用的发电用多少呢？它要用到290亿度，290亿度就等于是爱尔兰它全国1年的电量，懂郭老师意思吧？就一间公司它就需要用人家1年的国家用电量。这个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耗电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更去明白的是 AI 如果你需要耗电，但是你的电价这么的高，你要怎么去搞？你要怎么搞？你怎么搞你都赢不过中国。对董老师意思你怎么搞你都赢不过中国，因为你的电价就是这么的高。而中国它所有的这个耗电量，它自己目前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呢？中国有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包含他们风力、太阳能他们已经是全球领先了。等于说它有一部分的能源，它是源源不断的一个干净的能源，比如说他们的一个水坝他们的发电，或者是说呢新疆的光伏等等之类的，还有贵州的风洞。对，贵州他们地形，它那个风吹得很凉。之前那个我记得红海还有那个阿里云都在贵州，就在山洞里面去做那个主机设备，那什么自然降温，自然降温可以降多少呢？省30%的电费省下30%电费，那就很多了。主机很热的，你知道吗？主机是很发烫的事情。像他们现在他们自己的核电组有55台，那在建了又有26台，所以说我们前2年的时候，我们跟各位预测，中国一定会大力的去建什么？大力去建这个核电站，因为乌俄之战爆发之后，全球能源紧绷，它一定会先想办法去盖核电站。那么核电站盖起来，当然也不是一两年做的事情，所以它现在正在建的机组有26台，等于是说它加了0.5倍，对不对？你让你自己的50台变成一个将近80台的状况，现在目前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那未来他们还有小型化的一个反应堆就是他们所说的玲珑1号他们未来就可以不断的用各种低价的能源来提供他们城市的运转。城市的能源有了，那你 AI 能源自然也是会有。那么在这么低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去说你今天 AI 发展不会跟美国并驾齐驱？那一定是可以的。过去理解一件事情AI 晶片来讲，目前一定是辉达绝对是优势，我们不用去怀疑别人。不要说中国一定好，没有。按照 AI 晶片来讲，那肯定是 NVIDIA， 肯定是辉达，它是无敌的存在。但是你有一个诸葛亮，人家有100个臭皮匠，他们有集群的力量，一直不断的去交互运算的时候，他就不一定会比你弱，因为你需要1万套的这个 H100 的晶片，那它可以做10万套。他们自己的，比如说升龙的一些什么晶片他们的晶片我不是很熟，对不对？那么既然有10万套，它以量取胜，分工合作，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给取代掉。这是我去讲的，就像打篮球吧。打篮球大人跟小学生是不是你很天然的一个，比如说幼稚园生也好，你是不是很天然的一个体型上的压制？但是我还真的做过这些研究。如果一个大人，然后去对上一群的低年级的小朋友，那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取得绝对的优势？答案不是，我还真做过这个研究。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小朋友会赢呢？当他有26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就可以赢过一个大人。所以说以量状况来讲，的确蚂蚁啃大象，但事实上不用26个了，你这个大人敢踢到其中一个小孩子，你就被他打死了，也不用26个了，对不对？这只是比例这是比喻。而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么中国它有量，它就是有低价的能源。你看他们建了6毛钱一度，6毛钱一度的那个的电费其实跟台湾低峰水准是差不多的但他们这个差别就是他们电要去充卡，要先缴钱你才能够用电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但是我听到的是这样的，因为我都是住酒店，这种不是很清楚。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本身的 AI 耗能是有国家去托底的，就是你无论你要研发什么东西，你需要用电，国家就给你源源不绝的电，它不需要给你明码的去给你补贴多少钱给你，我只要跟你讲这个月电费送给你啦，都免钱啦，干用给你送用烫害我告诉你这个科技就发了，因为电能是绝对的。而美国是没有办法克服能源危机，因为它所有的价格都在涨，包含能源也在涨。能源涨，你凭什么玩 AI？ 你的1度电，你能跟中国1度电去比吗？不行，肯定是不行。所以说，在整个层面上来讲，中国的 AI 必然在未来的5年就一定可以
战胜美国，这我斩钉截铁跟各位去讲，但是肯定可以赢过美国。要赢过多少，我们就看最近的小鹏1号。小鹏最近发展一个猫步，就像一个像女人走一样的一个机器人。台湾的论坛还蛮有意思的，都说里面都是假人，对不对？里面做很多 AI 说里面都是假人，都是女人，都是工读生赶快出来他们觉得中国做的都不可信，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棒。时代在变的时候，就需要这种人的存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自以为是以管归天，那我是志气比天高的人，没有这些人，时代不会转就连大清末、大明末、大元末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人存在是很必要的，说是同胞我们都是得去观察他。所以中国现在有稳定的能源、庞大的数据跟完整的供应链，也就是他们所有的 AI 用品几乎都可以在他们本土里面找到所有的替代供应商。我任何的商品几乎在中国可以取得，但是不是顶尖的，光晶片就不是顶尖的，对不对？但是我可以拿到，我不需要仰赖别人我才能够进行。但是美国需要，他没有辉达做个屁呀，对不对？没有台积电他做个屁呀，那没办法。所以说台积电一定得收回去，辉达一定得在美国，就连日本、韩国他们也得把技术交回美国，美国都要通拿的状况之下，这些小弟们你还想干什么呢？日本爸爸被收走了，美国爷爷还会理你吗？儿子都不顾了，还顾你孙子吗？会顾了，顾的程度在哪里而已，好吗？所以我们在整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明白这个能源的状况其实是一个很危机的状况，我们必须要去理解，能源它就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力的状态，没有能源你工业做不起。所以不要跟我拖说只要美国补贴到位，或者美国人众志成城，你就可以去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可能。关键在于能源，没有能源没有经济，没有经济没有工业，没有工业你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你以为英国怎么样成为之前这么强的大航海时代？他妈有能源还有工业革命啊！美国像工业革命吗？没有啊，工业革命在哪里？在中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只能认世界上就是这样去运作的，好吗？那我们看其他问题当然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是说，那个马斯克现在在那个太空发射卫星上去要用那个卫星里面做太阳能，然后用好多的 H100的晶片在太空中24小时不断的运行，所以说呢，美国还是最强的。我就想说，现在即使你在地球，你也可以24小时用这个能源它只是说在太空中，它没有遮挡物，它可以充分使用太阳能而且还可以自然降温，但不代表你在地球降不了温同样的体量，同样的东西，在地球一样可以运行对不对？所以它只是算是一个实验性质，证明是说 AI 运算在太空中是可以24小时不间断，而且成本更低。然后呢，你数据研发的是可以更高，因为它的温度跟能源都是稳定的。同样的事情，中国不是在做吗？他如果在做，那你发一颗卫星上去，他在家里隔壁就做了，谁能赢呢？再说一句 ，DeepSeek 到现在11个月 ，DeepSeek 到现在11个月，天翻地覆了没？去年还是 GPT 的世界，今年 DeepSeek 没有占领全世界，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公司是把它下载回去，改成自己的模型。大公司他们玩得起他们有钱花个几百万美元去建自己的模型块，不行吗？可以，都是可以的。所以人家说 DeepSeek 使用率不高，那是因为官方当然不会高。但是我就讲个简单的，腾讯的元宝，它就不是用 DeepSeek 的官方，它是用 API， 而是它自己的模型都是一样的，它一样，它不记在官方里面就懂老师意思吗？很多事情不懂，你就觉得它是这样的趋势，但是你真的懂，就发现这里面的门道多了去了，好吗？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大家说叫饺子，因为他们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嘛，台湾被抢了，那真的是没东西。将来英语还有优势吗？英语是还有优势的各位，你不要小看英文英文这个是一代人的习惯，未来的20年英文影响力还是有的。然后未来整个语系里面一定是中文跟英文是并驾齐驱的。为什么？因为你要拿跟中国进口商品，跟他买大宗贸易，各位你要懂老师意思。之前我们说大宗贸易必须用人民币结算，现在不只是稀土，你大宗贸易会开始要求用人民币跟简体中文去交易。如果你连买东西都用简体中文的时候，那么你未来很多系统它也会以中文为主，那么未来中文跟英文它就变成2个世界性的语言，其他语言叫做小众语言。不是说我太狂傲，这个是趋势，因为拳头大就2个人，你俄罗斯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而且对欧洲来讲，有英语对他们讲是一个有利的，那你多少多懂一个中文对他们讲是竞争力。所以中文跟英文这两个还是很重要。不要说啊，中国一定强，然后我们只要学中文就好，那你只能在中国会。你要走世界，你要看懂世界的趋势，你得会英文。你要说啊，AI 眼镜 AI 什么都可以的，但是你每次比别人晚半秒，你总得去让 AI 跑一阵子嘛。所以说最好方法还是你能够英文方法去思考。而我们的曲守文曲老师，他就是教英文的，那就可以了，好吗？台湾跟对岸，台湾如果对岸买武器哦，那不对，这个是错的。台湾不会跟对岸买武器，统一的他就发武器，不叫买武器，好吗？不一样。对，就讲的对了，还买什么武器？可以直接替你驻军，这个是现实的。台湾船产能够起死回生吗？台湾船产是可以起死回生的。统一之后，台湾的船产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各位你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好吧？各位你要懂，老师讲，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重要的事情。台湾船产为什么统一之后可以起死回生？第一个，没有关税，懂了吧？懂了吧？没有关税，内地之间跟台湾两岸这你妈个屁关税，没有关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需求量它就稳定。第三个，这两岸本身的一个薪资结构已经差不多了。你不要真的去相信中国真的是1000块人民币以上的人是少的，那个是李克强，他是平均起来，你这个家庭里面比如说我跟金老师一人赚5000块，就是1万块，但是我有5个小孩，那我有3个小孩，那么我这1万块人民币就分成5个人，每一个2000块，是这样子的算的。而你也是说啊，中国很多就说他们一个月就2、3千块，台湾也是有1、2万块、2、3万块的收入的，但是普遍来讲，台湾大概是3万5到4万5之间的一个区间，你算起来大概也不到1万块人民币，顶多是8000到1万人民币出头吧。这个薪资在中国是应该说是还蛮普遍的，并不难找，你外卖小哥都可以达到这个状况。所以说，在这个技术跟它的一个成熟度来讲，台湾的船产在统一之后，它是有升级的这个是可以跟你讲，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台湾的工业是有它的优势在，船产是有，但是你不统一，那就看你能不能活到那口气了，因为你拖得越久，台湾那些不干的人，机器冷掉卖掉的人，他就不会做了，那些都鸟兽散，他不会重蹈就业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好吗？台湾有没有做出高精尖的？是可以的，那是可以的。其实台湾是有办法做出高精尖，但是你必须统一以后那个是必要的事情。黄仁勋说美国必输，这个其实大家都明白人你现在怎么会觉得我一个算命都可以算出来的事情，他是人中之龙，他算不出来吗？对不对？我就像萤火虫，黄仁勋像天上的月亮，他怎么能算不出来呢？对不对？他一定也知道的事情，好吗？发生状况去大陆安全吗？安全到时候不安全，台湾也安全，大陆也安全，你不用担心台湾不安全，你真的怕你去大陆也是安全的，好不好？那个其实大部分来讲都是安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红书已经有台湾同胞问哪里住便宜，其实你不要在北上广深住都很便宜啦，我说真的啦，你不要去人家搞那个到沿海1线城、超1线城市去住都是不贵的，我跟你讲真的是不贵的，你真的跑到四川湖南、湖北或者是武汉、山东都不贵。真的都不贵，问题不是在他住的贵不贵的问题，重点是你能不能挣到钱。你能不能挣到钱，对不对？你挣到钱才有办法，你挣不到钱，你住哪里都贵。你能够挣到钱，你一个月可以挣到2万块人民币，那你在中国你可以住到好一点的地方，对不对？在台湾你可能住一般的地方，在中国可以住好一点的地方，因为他们地很大嘛，物质都便宜，是不是？那如果你不会挣钱，那你去那边也是赚个3、5千块，那你那1、2千块的房租是变贵了。重点是你有没有挣钱的能力，对不对？所以说，赶快来报老师的课，对不对？至少你有赚钱的能力，是不是？那么老师有算过两岸的未来，算过啊。我不是上礼拜才讲吗？台湾这就统一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就统一啊。这个台湾基本上就是投降的份我还是一句话，你要爆发热战的概率极低，要就是外岛跟离岛，你要本岛要烧到战火，概率极低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高，因为你要谁去反抗呢？你要谁去反抗呢？你以为战争每一个人众志成城吗？我告诉你，每一个改朝换代都是将士不用命，文官贪财，武官怕死。每一个朝代交替都是这样。我们现在武官勇敢吗？我们相信士兵很勇敢，武官我不敢讲。文官不贪财吗？我就不说什么抄什么诗了，对不对？我也不要讲什么云什么报了，我也都不讲这些事情，没有用，没有用，因为那个是天上人决定的事情。我一个百姓，我能决定什么？我能够决定明天午餐吃什么，我就很厉害了，好吗？大家晚上那个您暂时保密原则
这百姓没有问题，你不用去担心百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百姓不会有影响，不是我在吹。我们要懂得历史，这个而且就算是推背图里面也没有说这个是惨烈的。有很多惨烈的故事，但是推背图里面至少我现在可以看到，还有金字塔碑文这些种种的谶言。我一个算命的，我不讲迷信，我他妈讲什么？我讲迷信的跟你讲，就是没有事，暂时的，你只要有钱，你有粮食，过渡个几个月，那也就没事了啊。这个统一和平的速度是蛮快的，因为一个国家当改朝换代的时候，百姓接受的速度就取决于他平常对现在政府不满意的态度。我们不要说谁，越南政府，他的南越，然后之前南越那些阮文绍他们的一个执政的方法，为什么会让胡志明势如破竹？就是因为当时的百姓不满政府，不满政府你投降就快。大清朝为什么八国联军势如破竹？他妈的，就是你满清八旗带路。百姓带路，不然你以为大家要忙得这么快吗？你以为打到紫禁城这么容易的事情吗？紫禁城真的大门深锁，北京城内众志成城。我告诉你，八国联军打不进北京城。北京城的城墙之高之厚，你去过故宫博物院，你去过中国紫禁城了吗？就光他以前紫禁城之外的北京城墙，我告诉你，你那八国联军你根本打不进来，就是因为百姓带路，你他妈才带得进去。紫禁城真的打进去吗？那时候的武器呀，你再怎么打，你也打不穿紫禁城的墙，你也打不穿北京城的墙。那为什么可以？就想完蛋嘛，就这么简单，好吗？中华民国可以对等跟两岸统一，我们是被统一的。搞清楚一件事情，被统一的你不要讲对等了，我们就是被统的人，好不好？总会有胜跟负，我们就是输的人。输的人怎么样？我大耳朵老百姓，对不对？有差吗？有差吗？就是台湾经历过这么多的时期，对不对？光日据时代，是不是日据时代的人，现在搞不好有些还活着？对，老师以前看那个义工100多岁了，日据时代还活着，他现在有没有活着？日据时代，然后又是国民党撤退来台228事件，然后又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个总统调研，调来调去，是不是到现在还活着？铁打的百姓，流水的掌柜，执政人可以不一样，百姓永远是百姓。紫禁城赢不赢，你去看就知道了，好不好？这个去观光的不用去想，你去看就知道了。就去看就知道，自己去观光，现在那么容易，现在这个季节正好，对，现在这个季节正好，老师去的是7月，他妈热死了，一年最热的时间，我看他妈热死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去正好，你有空你就去观光，好吗？然后那基本上应该各位没什么问题了哈。那我们还是说哈，那说什么都忘记，我们的那个批流年啊，这个月会开始批流年，那再过2个礼拜之后吧，我们批流年的服务就会开始了。那这是流年啊，老师会去给各位最好的品质。最好的品质给各位去做服务，好吧？这个相信老师一定可以做最好的服务给各位。那个万年历跟那个八字系统老师都有更新啊，有空的人可以去体验看。感谢你各位今天收看，下周我们继续更新12生肖。老师的更新速度真的是慢，老师有反省过，但是给我2个礼拜的时间，我把事情干完，干完之后我他妈每天日更，周一到周五都给你更，好不好？宋太后欧美日韩澳会停止一段时间的往来吗？不会，不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那个基本上你制裁不了的。大宗贸易你都得用人民币了，大宗贸易你跟中国脱钩，你想死啊？我说白了，你想死啊？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好？不可能的事情，你跟中国脱钩，现在中国你把它踢出SWIFT，我告诉你，死的是他们，不是中国，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